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卷卷姐妹，我是 Shelly。本期呢是我的单口节目。那很多听友在反馈问卷中都有提到他们在情绪管理方面的困惑，比如呢总是感到倦怠和焦虑，讨厌工作环境，但又不知道做什么来改变的无力感。所以这期呢我就来和大家聊聊，到底该如何把自己从负面消极的思想中拔出来，让自己呢总是处在一个积极正向的磁场中。那关于情绪管理或者说积极思考这件事儿，我其实了解过挺多不同理论，比如心理学里的课题分离啊，就告诉我们什么是自己能控制的，什么是别人的课题。也读过不少这个脑科学中关于就是大脑神经可塑性的书，意思就是大脑是可以被训练和改变的。那我们的思维方式呢，它不是一成不变的。但让我自己觉得最有用、最能真正转念的呢，其实是身心灵领域里的一个简单概念，就是吸引力法则，也就是老祖宗讲的境由心转。那吸引力法则它非常的简单，你给出宇宙正面事物，你接收的也是正面事物；给出负面事物，你接收的也是负面事物。无论你的思想和感觉是好是坏，一旦你释放出去，它们就会像回声一样，自动精准的回到你这里。那我的人生观呢，就是牧羊少年奇幻之旅那句，当你真心渴望某样东西时呢，整个宇宙都会联合起来帮你实现。尤其是当我回看自己的经历吧，真的就是很多重要的机会，毫不夸张的说，几乎都是大风刮来的，不是我使尽全力去争取来的，反而呢是在我准备好了的时候，他们就自动找上门的。那我先快速的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吸引力法则在我身上的应验。我来澳洲读研的第2个学期呢，就是想开始找实习，刚准备好了这个作品集和简历，没过几天呢，就收到一位老师随手转发的邮件，说商学院急招一名设计临时工，然后我立刻行动，就得到了那份工作。面试的时候呢，主管都问我，这个招聘根本没对外发，他们也不认识任何设计学院的人，那我是从哪里看到的呢？就这样吧，误打误撞的，我开始一边上学一边工作，然后学校的氛围特别好嘛，同事们都超友善的。有一次呢，他们各自带了家里的狗狗来上班，我摸着狗就想，要是毕业以后我还能留在这儿工作多好呀。那学校它是几乎不招应届生的，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，何况我还是个没身份的留学生。那这个画面太美好，我就像颗种子一样把它埋在心底。然后呢，1年后我毕业没多久，突然呢就接到这个主管的电话，说他们组有一个人辞职了，想到我应该也毕业了吧，要不要来全职工作？当时呢我心里就咯噔一下，哇，心想事成了。那类似的事情太多了，我上学那会儿吧，还帮一些小企业做设计，就被很多人问过，你一个留学生在谁都不认识的情况下是怎么开始有客户的？说真的，我觉得也是吸引力法则。我当时呢就假期刚回国，在这个4A 广告公司做了3个月的实习，学习了怎么做品牌的调研和传播，怎么给客户提案。我想着，这些广告公司都是服务大企业的，那也许有天呢，我可以自己接活干，服务一些小企业。然后就回澳洲上学了嘛。那有一天我刷到悉尼有一个华人企业招聘会，本来呢也没指望能干嘛，就寻思去看一下成功的华人都在澳洲干嘛呀，于是就带着作品集顺带去溜了一圈，学习一下呗。去了之后发现呢，整场只有1家软件公司还算相关，聊一聊呢，就了解到他们的整个设计部都在墨尔本没戏。那我正准备走的时候，突然就有一个大哥叫住我说，来咱俩聊聊。原来呢他是那家公司的客户，自己也开公司，然后手上呢正好长期需要人做设计和市场营销。刚才我和那家聊的时候呢，他就一直在观察，觉得我的技能正合适。就这样，也是机缘巧合的，我在上学的工作之余呢，就又开始自己接活，而且做生意的人呢，周围都是生意人，他们互相介绍，我的活呢也就越来越多。
这虽然并不是什么赚到第一桶金的励志故事，但这些小事儿呢，练就了我的底层自信。只要我准备好了，老师和机会自然就会出现。所以你看呢，我并不是靠什么超能力来吸引的这些机会，我就是在心里种下了一个念头，然后持续的去行动。那宇宙呢，它就会像合拍的搭档一样，一点一点把路展开在我面前。也许有人会说，可能我就是幸运体质，这个别人没法借鉴。但我真心觉得呢，吸引力法则是一种可以被解释和训练的认知方式。它的底层逻辑就是呢，我们在头脑里不断的给自己讲故事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那人类的大脑天生就是喜欢故事的，毕竟我们是这个地球上唯一会讲故事的物种。那我们的大脑其实是对逻辑啊、道理的接受能力都很有限的，但故事就不一样，它可以让我们瞬间共鸣、情绪波动，甚至改变行为。你想吧，就像积极乐观的人更容易幸福快乐这种话，听起来都懂，对不对？但为什么很多人还是过不好这一生，永远活在负面压抑的情绪里，怎么都快乐不起来呢？其实不是他们不知道要积极，而是大脑早就习惯了一套旧剧本。我们的思维呢，有非常强的惯性，如果你没有意识的去引导它，就会一直在自动播放那些低频的消极的念头。那说的扎心点，很多人无法幸福的原因呢，是他不敢幸福。这又是什么意思呢？就幸福虽然能带来满足感，但也意味着可能会有失去的风险。那有人呢，就对这种失去有着无比的恐惧，比如此刻工作明明干得还可以，却天天担心会被裁员。还有人呢，是受限于自我价值感不足或过去的创伤，认为自己不配拥有幸福。那最典型的就是喜欢谈不健康的虐恋，对踏实靠谱的人反倒觉得毫无兴趣的。还有的人呢，就是习惯长期处于压力困境中，幸福呢反倒会让他觉得不安，就像脱离了舒适区。就像咱们有一些父辈，他们成长过程中呢物质极度匮乏，然后现在条件好多了呢，也还是喜欢没苦硬吃。那我们更容易关注负面信息这一点吧，也不是说咱做错了什么，因为这就是一个人类进化留下的痕迹。那对早期的人类来说呢，忽略周围有几棵果树的正面信息，顶多导致挨饿，但忽略附近有猛兽这样的负面信息呢，是随时可能致命的。因此我们人类本能的就会对负面信息更为关注，这个特质吧，已经写到了我们的基因里，成了大脑的自动程序。可是现在呢，我们已经不再生活在重重危险之中了，对于负面新闻的过分偏好，反而可能会对生活产生不利的影响。比如说每次看到飞机事故的新闻，就恐惧值+1，然后越来越自我设限，画地为牢啊，这个不能做，那个不能干，明明什么事儿都还没发生，自己把自己吓个半死。那举个具体的例子，就是两个人呢去银行存钱，正好碰上了抢银行，但人财都没有任何损失。那仍被负面本能驱动的人，他可能就会怨天尤人地说啊，我真是一个倒霉蛋，就来银行取钱都能碰上抢银行，我的人生就没有一件事是顺的。但是能摆脱这种负面束缚，正向思考的人呢，就会说，哇，我真是天选之子，碰上抢银行都能毫发无损，我果然是最幸运的人。那问题来了，你觉得哪种人的生活会更幸福呢？你喜欢是总跟那些抱怨消极的人相处，还是喜欢跟遇事总能乐观应对的人玩呢？那这里呢，大家也可以暂停思考一下，今天你是如何跟生活互动的呢？你是对自己和他人表达感谢、鼓励、支持的话语多，还是失望、抱怨、责备、发怒的多？那我们节目的一贯作风是，提出问题后呢，得给出好上手的解法，不然也是徒增焦虑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书呢，是《吸引力法则》，如何利用心理暗示实现愿望。那这本书的特点呢，就是收录了超级多的实践方法，都是些积极心理学和正念中常用到的有趣的小练习。那这些练习的目的呢，
就是帮你向内深挖，与自己更好的连接，引导自己去关注自己的感受，然后有意识的选择让自己感觉良好的那些想法，从而呢把生命中本来就有的充满喜悦的激情自然的重新焕发出来。那在进入练习前呢，我们先来讲一讲吸引力法则的底层原理。其实用东方哲学讲，就是本自具足。我们每个人内在呢本来就已经拥有了一切，不需要向外求。幸福呢，它是此时此地的状态，不是寻找的结果。只要我们是从我本来就是幸福的这个感觉出发，而不是从匮乏感中去寻找，就能吸引更多富足的能量。那肯定会有人说，我为什么就从来得不到想要的东西呢？那你之所以没有如愿以偿呢，是因为现有的磁场和你这个愿望产生的磁场并不匹配，这就是唯一的原因。这也就来到吸引力法则的第一条，我们关注什么就会吸引什么。那很多时候呢，我们不是在关注自己想要的东西，而是死盯着自己没有的东西。比如很多人表面在说，我想要一段健康的关系，我想要变得自由，但实际内心每天关注的都是，我为什么总是遇不到好人？我现在的生活让我窒息。那举个例子，你说想要更多自由，但你每天的心思都在这份工作太压抑了，老板怎么又发疯了？那你吸引来的呢，只会是更多让你感到不自由的情境。那不如换个频道，就在早晨通勤路上的时候就开始想，我要的自由呢，其实是有空间呼吸，选择自己喜欢的事儿。那我今天可以先安排个10分钟的散步，或者能早点下班的话，就会读一读我一直想看的那本书。那这种感觉一点一点聚焦起来，就是你愿望的起点。大家就可以想象我们在用这个收音机的时候，其实好多电台就在那里，但如果你的频率没有办法和信号匹配的话呢，你就是收不到任何东西。那吸引力法则的第二条就是呢，情绪是你振动频率的指南针。你的情绪反映了你当下的振动磁场，是你与内在真实自我是否对齐的信号。当你感觉越轻松越喜悦，表示你跟这个本源的连接特别顺畅，然后就越容易吸引到好事儿。可是当你的这个情绪越沉重，比如说焦虑、愤怒、绝望就说明你已经在和自己真正想要的方向唱反调了。所以我们的这个目标呢，不是让你强行的一下子跳到快乐，而是一步一步的把这个情绪的指针往左调一点，然后不断的释放你的这种抵抗的信念。那吸引力法则的第三条呢，就是感受先行，现实跟随。也就是说，你得先活出那种感觉，现实才会来配合你。如果你嘴上说着自己很富足，就总是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斤斤计较，那宇宙就会知道你仍然感到匮乏，然后会把你所有的东西都拿走，来配合你把匮乏感的戏演完。因为宇宙它回应的呢，从来不是具体的愿望，而是你与这些愿望相匹配的频率。也就是说呢，现实世界不会让你先拥有才能改变你的感受，而是你得先内心充满那种你渴望拥有的感觉，现实呢才会在外部显化出与你感受匹配的结果。那普通人要运用这个吸引力法则呢，我就把它归结为3个步骤，就是许愿、调频，然后呢接受并顺应。那第一步许愿，就是你要明确和具体，你想要变得更好，是金钱、事业、爱情、健康哪一方面啊？你想要成功，是获取更多的财富，当上 CEO， 还是自我价值的实现呢？那第二步呢，就是调频，你需要调整自己的这个情绪和能量频率，使之呢与自己想要吸引的东西相匹配。因为宇宙它回应的从来不是你表面上的行为，而是你内心的这个振动频率。如果你心里常常充满不安、焦虑、对目标的怀疑，那么你的频率呢就会长期的处于一种阻碍的状态，你是没有办法吸引到正向的结果的。
那最后一步呢，就是要接受并顺应宇宙的回应。也就是当你发出信号并调整自己的频率的时候呢，宇宙就会开始通过各种方式回应你。当然了，这个回应可能并不会以你预期的方式到来，它可能通过不同的途径啊、时间和形式出现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最重要的是你要放下抵抗，保持开放的心态，顺应一切到来的机会。那要注意的是呢，使用吸引力法则时，你要有定心和耐力。这就好比你要从北京到上海，无论你是坐飞机、开车还是步行，只要你朝着上海的方向前进，你最终一定能到达那里。可是呢，如果你在途中迷失了方向，朝着一个方向走，然后没走几步寻思，哎呀，我还是走另一条路吧，就这样吧，你在来来回回的奔波中浪费了好多时间，然后你还会把这个宇宙给整迷糊了，你到底是要去哪儿啊？就是想配合你，给你回应，你这个收件地址总是变来变去的，就觉得哎，你真的好难搞哎。你要做的呢，就是坚定自己的目标，然后时刻调整自己的方向感。只要你知道自己的目的地，知道如何辨别自己前进的路径，你就总能到达。那与其在日常生活中对自己想要的事物无动于衷，让一些不喜欢的想法总影响着你，最后导致这个负面的反应，然后才决定转变关注，我们不如从一开始呢，就带着寻找积极的决心去开启每一天。接下来给大家介绍10个方法呢，就是能帮我们调整频率。那越靠前的方法就越适合所有人做。如果你头脑中抵抗性思想筑起的围墙已经很厚了，有比较强的焦虑、抑郁状态的话呢，那可能就需要用到靠后一点的方法。然后这些方法的效果呢，也因人而异，你可以选几个自己最喜欢的反复练习。那最重要的呢，就是要实践起来。然后你越享受这个练习的过程，你就会像玩游戏一样乐在其中，就能越来越提高自己的磁场。那方法1呢，叫做欣赏狂潮。顾名思义，就是像潮水涌来一般，欣赏周边的万事万物。那环顾你周围的环境，细心的留意一些令你愉悦的事物。比如说你去商场的超市购物，那在收银排队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在心里碎碎念，哇，这个商场真漂亮，保洁人员能把这里保持得这么干净，真是太好了。收银人员的态度很友好，哎，我买到了今天想吃的菜，太好了。那排在前面的母亲呢，她和孩子互动的好有爱哦。然后在前面那个小姐姐穿的夹克很好看啊，哇，今天真的又是美好的一天。那这种方法呢，特别适合需要调节心情、想和他人增进关系的时候。比如说你刚入职一个新工作，人生地不熟，总会觉得有点拘谨，这时候呢，你就可以用欣赏狂潮来自我调频。比如早上刚进公司，一边观察一边就在心里默念，哇，前台小姐姐的笑容太温暖了，像阳光。这个办公室的绿植摆得好用心啊，看着就让人放松。这组的同事讲话都好心平气和呀，感觉很好相处。哇，我超喜欢我新电脑的键盘，这个手感真是太棒了。今天能在这个公司开启新篇章，感觉真不错。那我自己平时呢，特别喜欢在跑步上班的时候做这个训练，就是一边跑着一边欣赏我闻到的各种花香，然后路过每一个这个早上遛狗的人呢，都会微笑的跟主人和小狗打个招呼。啊，今天的天气真好，我的身体呢也感觉很轻盈。今天又在工作开始前就把运动完成了，我真棒。我中午要奖励自己吃一个香喷喷的海南鸡饭。那生活中吧，你可能总会遇到一些情绪不是很好的人，动不动就发脾气、失落或者抱怨。当他们把这个负能量甩你一脸的时候呢，你觉得真的是很难对他们心生好感，甚至会怪罪自己，是不是不够强大，为什么做不到无条件正向。但其实呢，你就不该在面对让你不舒服的事儿时还强迫自己感到开心。这个方法的关键就是呢，你要把注意力从别人对你的态度转回到自己的感受上。毕竟呢，你不知道他是不是今天刚失恋，还是家里出事儿了，又或者被谁骗了钱。
他为什么会情绪爆炸呢？你是没有办法知道的，但是你始终可以决定自己的心情。只要你开始意识到没有什么比保持自己的好状态更重要，然后呢，主动的去找点让你舒服、让你欣赏的东西，不管是阳光、绿植，还是陌生人的一个微笑，那你当下的感受就会变好，然后跟世界的连接呢也会变温柔。而在这个时候，吸引力法则就会开始发挥作用了。你越是欣赏，就越容易看到更多值得欣赏的东西。那方法2呢，叫做魔法创造盒，就是你可以找一个漂亮的盒子，一个让你一看到就会开心的盒子，然后在盒盖上面写上一句话，这里面的愿望都会实现。然后没事呢，就找些杂志、广告册翻一翻，看到任何让你心动的东西就剪下来，无论是喜欢的家具、衣服、旅行地、车，还是身材啊、生活方式，只要让你有幸福的感觉，你就剪下来放进去，并在心里面说一句，这些都会实现的。这个方法它看起来有点像小孩子玩过家家，但其实它超有用，它能锻炼你的观想力，就是把愿望视觉化，这样才能感受得更真切。因为大多数人呢都是根据自己观察到的事物来散发磁场的，那很容易呢就被现实限制住。只有你主动去想象，你才能真正掌控你想创造的人生。那我自己呢，就是在家里的电脑桌前就有一张世界的那个刮刮地图，就这个世界仿佛是一片黑色的未知，然后我去过的国家呢就可以刮出来，就变成彩色的。然后干活累了的时候呢，我就会抬眼看一下这个地图，就觉得啊，世界还有那么多有趣的地方在等我解锁呢，就更有动力工作赚钱了。还有就是我刚开始在健身的时候呢，手机里面会专门建一个相册，就放各种练得贼好的小姐姐们，然后没事就翻一翻，给自己打鸡血，特别有用。那第3种方法呢，就是创意工作坊。你可以拿一张纸分成4部分，然后标题分别是我的身体、我的家、我的人际关系、我的工作。那每次呢，你要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个主题上，写一份脑海中立刻想到的愿望清单，然后呢，要在后面加上原因。比如，那我的身体，我就会写下我想要帕梅拉那样健康有力量的身体，后面跟着就是因为我喜欢充满活力的感觉，因为精力充沛呢，我就能去做所有想做的事情，比如滑雪啦、多日徒步啦。因为有力量，就能坐飞机的时候把行李箱自己举过顶放在行李架上。因为那种什么事儿都可以自己搞定的感觉本身就很美好。使用这个方法要注意的是吧，就是多写后面的原因，因为大多数时候呢，我们是通过别人的双眼来看待自己的。比如说我想要瘦，是因为我妈或者是我对象觉得我胖，那这个磁场就吸引不来你想要的结果。那这个方法呢，就挺适合在树立人生、制定目标的时候做，或者说在一个重要转折阶段，你可以每天梳理和回顾，也可以时不时在散步的时候呢，就在脑海里面反复的玩这个游戏。它能帮助我们画出一幅适合自己的、令自己满意的完美生命体验的蓝图。那有了创意工作坊这一美好的人生蓝图呢，更进一步就是方法4，虚拟现实，就是要把这个蓝图在头脑里面拍成电影，即通过这个想象力呢，沉浸式的体验你想要的生活场景。这里呢，就可以暂停一下，闭上眼睛，想象一下10年后的你在家里醒来，你的家是什么样的呢？你的床品是什么触感的？你穿着什么样的衣服？当时的温度和气候是怎么样的？你起身来到窗前，看到外面是什么样的景色？你走进客厅，看到自己的家人，他们又是什么样的呢？那有人可能会觉得这种观想很难，当自己想要进入虚拟现实的时候吧，就脑袋里一片空白，不知道该怎么做。那你也可以通过回忆过去发生的美好时刻来练习。
关键就是呢，要在头脑里面渲染出这种比较精细的颗粒度，让自己感觉良好。比如说你和家人或者好朋友一起去迪士尼度过了快乐的一天，那当天是什么天气？你穿着什么衣服？你们玩了哪些项目？吃了什么好吃的？最开心的几个瞬间发生在什么时候？那这种虚拟现实的练习呢，可以帮助你训练自己，让你更频繁地拥有快乐的感觉，更容易去察觉美好的事物。就像锻炼肌肉一样，你锻炼的越频繁呢，效果就越好。这里有人可能会问，自己特别容易沉浸在这个白日梦里，不能转化为行动，那就是把这个虚拟现实变成了一种快乐的逃避。那要怎么破解这个只想不动的陷阱呢？你可以试着把观想和行动进行绑定，比如你在虚拟现实里面想象自己是一个已经自由职业，一边写书一边旅行的自由创作者，这种沉浸感特别棒。那观想完呢，你就立刻打开你的备忘录，写下3条这周你可以做的具体行动，或者直接写个200-300字的小作文。你还可以把这个虚拟现实的内容就落地成任务清单，不断地问自己，我看到的这个生活，我要如何去达成它呢？我现在能做些什么？那更多关于这个执行力的培养，可以去听我们的第5期内容，如何用12周完成别人1年的工作量。那要值得注意的是呢，不要试图用虚拟现实来改善某个特定的现状。这个时候你也可以问自己一个扎心的问题，我是真的想活出这个人生，还是只想逃避当下的不爽？如果只是逃避呢，那其实你散发的也是负磁场，吸引不来你想要的东西。那方法5呢，它叫做财富自由的游戏。因为很多人其实并不知道要怎么锻炼自己的想象力，他们就几乎完全根据自己观察到的现象呢来散发磁场。比如说这个工资到手，交完房租没剩多少，想干什么的时候吧，总觉得捉襟见肘，所以很难逃脱这种匮乏感，总是现在等我有钱再说，别人能怎么样是因为家里有钱，这些念头里。然后呢，这些念头本身就会形成一种匮乏的振动频率。你越是关注没钱、焦虑、付不出账单，大脑呢就越来越习惯过滤到各种可能性，你就越难越看见机会。这其实就是马太效应，穷人越来越穷，富人却越来越富。那财务自由的游戏呢，其实也是培养自己对金钱的想象力。当你的这个想象力变得丰富呢，你自然就会更加关注快乐和保持开放，那你的吸引点呢也会发生变化。说白了，你就是可以用假装有钱这个方式来重新激活你对金钱的掌控感、自由感，甚至是喜悦感。那具体的操作呢，就是你要在头脑里面想象一个活期账户，然后呢，你可以用纸或者是记账软件来记录流水。从今天开始，你想象每天醒来户头就有1000元，你必须把它花掉，不能攒到第2天。你可以一次性花，也可以花在几件不同的事物上。关键是呢，你要像真的花钱一样，详细的记录你买了什么东西。比如600买了一双新的缓震跑鞋，400办了健身房1个月的会员卡。那这个游戏的重点呢，是让你从想象的购买中获得乐趣，激活这种我值得拥有的感受。一开始你可能会觉得特别别扭，这不就是白日梦吗？又不是真的买了。但玩的时间越长呢，你的想象力就会越来越丰富，你对丰盛的感受也会越来越自然。你会重新定义我配拥有这件事儿，并且呢，越来越清晰地知道自己真的想要什么。比如有人可能会攒很久的钱来买个大牌包包，只是为了融入圈子，或者别人有自己没有，觉得很匮乏。那当你每天醒来账上都有1000块的时候，你还会真的在意那个包吗？那方法6呢，就是冥想。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说，清空大脑要比积极的思考问题更容易。
就是尤其你想静下心来的时候呢，就不会产生任何思想，也就没有任何抵抗。你就可以想象一个软木塞儿，它漂浮在水面上，这就是一个自然而然、纯净又正向的磁场。但当你试图把这个软木塞儿按到水底下去，这就是抵抗的感觉。你的目标呢，就是要放下任何引起抵抗的想法，让自己进入一个更纯粹、积极的思想状态。如果你产生了负面的念头呢，你可以温柔地放下这个念头，或者至少不要通过进一步的思考来增强它，然后重新专注于呼吸。刚开始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自己的思绪想回到之前一直关注的事物上，但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呢，你就要放松，然后再次呼吸，并试着放下这个念头。你可以专注于自己的呼吸，也可以在心里面数数，吸气、呼气，想象松开那只一直想把软木塞按下去的手，放下你心里所有抵抗性的想法，然后让这个软木塞呢，它重新漂浮在水面上。因为冥想它主要是让你的心灵安静下来，当你不再去关注那些拉低你磁场的事物的时候呢，你的磁场自然就会提升嘛。那久而久之呢，你就会对自己的磁场产生一个全新的敏感度。这样吧，每当你专注于某种事物，但又产生这个抵抗的时候呢，你就会立刻知道。所以你只需要在当下有意识的觉知自己的呼吸，除了呼吸之外呢，什么都不做。不要去想别人怎么样了，也不用去想昨天的事儿，更不用忧虑明天的事儿。只在这一刻，除了吸气和呼气，不关注其他任何事情。那方法七呢，它叫做评估梦境。因为梦境本身就是潜意识的语言，而吸引力法则讲的就是我们振动频率所对应的事物呢，会被我们吸引到现实中来。那梦境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你内在振动状态的一种提示或预演。那评估梦境能帮助自己更了解当下的状态。那具体要该怎么做呢？首先呢，就是你要关注梦里的感觉多于事件，因为吸引力法则回应的是情绪的频率，不是梦的剧情。梦里你害怕什么？你可能最近关注了自己担忧的事情。梦里你感到轻松愉快，被爱着，那说明你在进入更高的吸引频率。梦里你实现了一个愿望，那说明你正在跟那个愿望靠近。然后呢，你要不带评判的写下来，提炼关键词和感觉。比如我梦到在海边自由地跑，风吹着我的头发，很开心。那关键词就是自由、喜悦、奔放。恭喜你，你就是正在放下抗拒，接近你想要的状态。那相反呢，如果你梦到迟到、手机坏了、别人骂我，我很焦虑，你可能呢最近在脑子里面总是担心控制不住的事情，你就可以练练放松信任的感觉。接着呢，你就可以把这个梦当成一个振动反馈工具来调整状态。因为梦它不是一种预言，它更像是我们身体内在的天气预报。你可以通过梦来察觉，原来我最近的能量是那么焦虑，怪不得我在现实生活里面总觉得卡卡的。最后呢，就是你醒来之后要刻意的转变频率。比如你可以做一些前面提到的感恩练习啊，欣赏狂潮，或者你可以观想自己梦里那个快乐的自己。然后呢，也可以对自己有一些心理暗示，下次我想梦到，给自己的这个潜意识呢设定方向。如果你从噩梦中惊醒，也不要忧虑，相反呢，你要感激自己，因为这让你意识到自己一直在关注不想要的事物。比如呢，之前我妈来澳洲，就大家应该都懂的，就是当你已经独自生活习惯了，然后要突然和妈妈24小时同处一个屋檐下的那种感觉嘛。那其实我妈也就是爱唠叨，也没干什么太过分的事儿，所以呢，我可能一直在心里面压抑着情绪，毕竟母女关系都是靠相互忍耐嘛。那直到有一天晚上，我就开始说梦话，其实就是梦见我妈一直念叨我，然后我在梦里面大喊好了好了，知道了。
然后我妈也听到了，那时候我们就知道，哎，这样下去可不行，就再亲密的家人呢，也得给彼此留点呼吸的空间。那这个梦也让我意识到，我的关注点呢，全在我妈的唠叨上。但实际有我妈在的日子，我天天吃好喝好，她把家里的大小家务都包圆了。可是她的这些付出呢，都没有得到我的关注。那这个游戏就是要让你知道，你的梦境是你磁场吸引点的显化。所以呢，你可以通过评估自己的梦境来确定你现在这个磁场的状态，然后确定你的吸引点是什么。如果不是你想要的方向呢，那你就可以问问自己，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呢？那你下次做梦醒来后呢，你可以试着回答以下3个问题：我梦里面主要的情绪是什么？它跟我最近醒着时的情绪有什么关联呢？那我今天想用什么样的情绪来开始新的一天？那方法8呢，它叫做积极面之书，就是你可以准备一个笔记本，然后封面上写下我的积极面之书，然后写下那些总是能让你感觉良好的人或事的名字，也可以添加一些简短的描述，比如说你心爱的宠物的名字啊，也可以写下好友或者是爱人的名字，还有这个城市你最喜欢的餐厅啊，等等等。当你专注于所写的名字或名称的时候呢，就问自己，我喜欢你什么？我为什么这么爱你？你有哪些积极面？然后呢，温柔又轻松地写下你回答这些问题时产生的想法，不用强行作答，而是让自己的想法呢，就像轻松地流淌到页面上一样。只要你的思绪在流动，你就可以一直写，然后呢，阅读所写的内容，享受自己写下的这些文字，反复重复这个过程，一直写，直到20分钟的结束。当你寻找的积极面越多，发现的积极面也就会越多，然后你就会把自己放置于一个正向循环里面，也就是一种更高频率的幸福磁场。而且呢，在写的过程中，你会感到一种真正的专注力，也就意味着你跟内在自我的连接更强了。毕竟就是在这个高速的社会，我们往往喜欢批评别人，关注过失。那这个训练呢，就是可以帮我们调频到更主动的去关注那些让自己感觉良好的事物。我们开始的时候呢，可以通过有点仪式感的写在本上这个动作来训练大脑，然后在生活里遇到糟糕的事儿的时候呢，就可以飞快的在大脑里面写积极面之书。比如有一次我在餐厅吃饭，点完好久呢都没有上餐，后来一问呢是厨房漏单了，明明已经很饿了，就特别烦躁，我就会在大脑里面写这个餐厅的积极面。首先呢，它是一个美丽的餐厅，明亮又干净，然后服务员的态度其实也挺好的，发现漏单后主动送了咖啡。第3点就是他们的食物看起来健康又美味，好东西值得耐心等待。现在正好是饭点，这家餐厅外面还有那么多人在等位置，幸亏我来得早，直接就有桌，其实也蛮好的。说白了吧，就是通过给自己洗脑，然后主动的把这个注意力从肚子饿、被漏单、很烦躁这种负面情绪上面转移开。那这个积极面之书，它是聚焦美好，提升能量频率，降低抵抗。那就可能就会有这种深陷负面情绪和惯性思维的朋友问，明明自己已经很努力的在想着好事了，但结果好像完全没变，甚至有点反效果。那也是因为这个就像一根木棒的两端，你一拿起来呢，其实这2个方向是被同时激活的，但你吸引到的现实呢，是由你持续关注的那一端决定的。我们可以再下猛一点的药，就是转变关注的练习。那它的目标呢，是停止负面的吸引。每当你察觉到这个情绪涌上心头的时候，就问自己，我现在激活在哪一端？是我想要的那一头，还是我不想要的那头？这也是我们切换吸引力磁场的第一步，就不是逼自己正能量，而是温柔的调整注意力的方向。比如说，当你病了，你当然知道自己想要健康，而当你经济压力大，你当然知道自己想要富足。但很多人卡住的地方呢，就在于他们一直死盯着问题本身，
念头还是在我不要这样的振动频率里。那当然，负面情绪它也不是一个坏事儿，这就像是一个 GPS， 就告诉你你正在朝着不想要的方向走哦。它有点像是这个汽车的油表显示油箱快没油了，你不应该去责怪那个油表，对不对？你只需要看到这个信息，然后去加油。那负面情绪呢，它就是一个提示器，你不会在油箱快没油的时候，在油表上面贴一个笑脸来遮住它，假装没有任何问题，对不对？那同样的，当这个负面情绪袭来的时候呢，你也不应该戴上虚假的面具，掩饰自己真实的情感。这里有一个小技巧，就是每次你感到负面情绪的时候呢，不要压抑，也不要责备自己，你只需要温柔地问一句：我感到了一些负面情绪，我知道我不想要这个，那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呢？你就会重新调整你的磁场。那这里也给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最常用到的简单的正念调频小技巧，就是你在手上戴一个皮筋儿，然后你发现这个负面情绪袭来的时候呢，你就弹自己一下。这一弹呢，就仿佛给你的这个导航系统再次定位，告诉自己，哦，走偏了哦，咱们得拐弯了。那有时候吧，你会跟宇宙许愿说，我想要一辆新车，但宇宙听到的却是呢，我讨厌我现在开的这辆车。你可能并没有意识到，其实你是在传达一种不满，觉得这辆车让你尴尬，不够体面。看到邻居的车比你好，你心里泛起嫉妒。你想换车，却又觉得自己买不起，这种无力感甚至会演变成愤怒。又比如你说，我希望自己更健康，可宇宙听到的却是，我担心自己的身体，担心遗传家族的病，甚至为过去没有好好照顾自己而懊悔生气。或者当你说我想换份工作，那宇宙接收的信息却是，我的老板不懂我，我很委屈，我受够了无聊的工作，微薄的薪水，不断被忽略的价值，还有永远做不完的任务。这个问题不在于你说了什么，而是你感觉了什么。你真正想要的呢，其实从来都不是车、健康或工作本身，而是他们带给你的感觉，自由、安心、被欣赏、值得拥有。所以呢，一旦当你开始主动察觉自己的情绪状态，你就能判断出你正在想的这个念头呢，是让自己更靠近自己真正的愿望，还是让你走得越来越远。如果我们把让自己感觉更好当做真正的目的地，那你想要的东西其实很快就会出现。关键呢，不是你要马上从这个悲伤跳到开心或者喜悦，而是把这个情绪想象成一个台阶，你一步一步的往上挪。那这个情绪它就像磁场，就是从正极到负极，从喜悦、激情一直到无力、抑郁。我们不需要用绝对准确的词来命名自己的情绪，因为宇宙它从来不听你嘴里说的，而是回应你心里面震出来的感觉，你发出的频率呢才是关键。所以玩这个情绪游戏的时候呢，你就是要具象化自己的这个情绪刻度盘，你不用纠结于找一个完美的词来描述自己的感觉，只要你能真实的感觉到那种情绪，并努力的让自己好受一点点就行了。那这个情绪导航的刻度盘呢，大概是这样排列的，就从左到右，能量从高到低分别是喜悦、爱、欣赏、激情、乐观、满怀希望、满足、无聊、悲观、沮丧、烦躁、不耐烦、不堪重负、失望、怀疑、忧虑、责备、愤怒、嫉妒、无价值。那最右边的就是恐惧、抑郁、绝望、无力。你就会通过这个表盘发现，其实你怪别人好过怪自己。这可能也是为什么深陷抑郁焦虑的人都是那种老好人性格。那当你下次再意识到自己情绪低落呢，你不妨停下来问问自己，那我现在的感受呢，是更接近左边还是右边？接着你就再细分，这种感觉它大概是处于一个悲观，还是已经到了责备和愤怒。
你这样就是一步一步锁定你的这个情绪位置。一旦你知道自己大概现在是处于哪个区间，你就可以想象把这个情绪的指针往左拨一点点，用一些稍微让你舒服点的念头来提频。比如说前面介绍的很多方法，无论是写下来说出来，哪怕只是默默的想一想，只要你觉得有一点点轻松，那就说明你开始释放了这种抵抗的能量。哪怕你只是从悲伤走到了内疚，或者是再往前一点到了愤怒，你每跨一个等级都是一小步回归力量的过程。那有的时候光是认清自己的愤怒，就能把你从绝望中拉起来。举个例子，那当有人失去了心爱的宠物，他最初就会感到深深的悲伤，我尽力了，可这还不够。接着呢，可能是愧疚，我今天就不该出门，我明知道他快走了。然后愤怒的念头就会冒了出来，我守了那么久，居然都没有来得及见最后一面。甚至是在对自己的不满、对现实的烦躁中呢，来回反复。但接着他就开始会出现一些希望，也许我可以重新整理生活，我可以把他的玩具和剩下的粮都送给有需要的人，我知道时间会帮我疗愈。到最后呢，他会感受到这个爱与感激，我感激这个宠物给我带来那么多的快乐，我感谢我的伴侣帮我一起照顾宠物，也在身边陪我度过这个艰难的时刻。那最终他就会接受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，然后感恩这10几年来我们一起生活的日子很美好。所以你看呢，情绪它从来不是敌人，它只是我们磁场的指南针。那你每一次察觉，每一次提频，都是你在对宇宙说，我准备好了，我愿意靠近那个更完整、更丰盛的自己。也许你现在还在低谷，也许你没有办法直接跳到喜悦，但只要你愿意停下来，诚实的看见自己的感受，然后呢，再轻轻的往左拨一点点，那就是一种力量，一种通往自由的方向感。那以上呢，就是情绪导航的魔法，而你呢，一直都有驾驭它的能力。那今天我们聊了吸引力法则，从我的小故事呢，到背后的深层原理，最后呢，也分享了10种帮你提升情绪频率的方法。不管你现在经历着什么，都可以从这一刻开始调整自己的思维和感受，慢慢引导自己走向那个真正想要的未来。那要记住，宇宙呢，它从来不回应你嘴上说了什么，而是你内心深处真正的感受。只有当你愿意感知、释放并改变自己的内在频率，外界的机会和美好才会源源不断的流向你。那最后就给大家推荐一部高能的电影吧，是金凯瑞演的《Yes Man》好好先生。电影讲的就是当你告别那个消极总在找借口的自己，多鼓起勇气说一些 yes， 做一些自己看起来不可思议的事儿，积极的对待这个世界，然后你就发现生活完全不一样了。那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，记得要自己实践起来，并多多分享给需要的朋友。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你最喜欢哪个练习，有哪些改变。那愿我们都能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力量。今天就聊到这儿吧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